我最近看点兵越来越好，心里特别激动。作为一个本地老土著啊，我实在是太想在这个时候给鼻子干点事儿了，所以我买了500多斤水果，我打算做1500根冰糖葫芦上大街免费给游客发去，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本地人的美食和热情。但是这1500根口号喊挺爽，做起来真是要命。这里的每一个环节都比我想象的要复杂，就光给这160斤山楂去籽压扁，我们就干了一整天。问题越着急还越出错，那熬糖的时候一会儿熬糊了，一会儿干翻沙了。我当时心里慌的一批，我心说要是按照这个效率还想如期发放的话，那恐怕我得尽早去找几个卖糖葫芦的摊贩聊一聊团购的事儿了。所以后来我们就开始尝试找朋友来帮忙，然后一听说是招待南方小青豆，大家都特别热情。最多的时候，我家这客厅里同时容纳了21个人，就恨不得走道都得横着走。而且人多了之后，这流水线也流畅了。就在这么一个40多平米的小客厅里，我们同时组建出了6个工作部门。但即便是在这么高效的工作架构之下，我们的节奏依然非常紧张。那天看直播都有印象吧？我们全程都没工夫说话了，后来就连上厕所都有时间限制的，你就说这强度它有多魔鬼吧。然后除了这些正常的糖葫芦，我还想做几个超长的给大家照相用，但这玩意儿做起来也贼费事，我们需要先用刀一点一点的把这架条削得足够细才能往上穿水果。那老上糖局穿的恨不得穿仨就得碎俩，就穿这么一串给我们小脸吃的是蜡黄。然后除了这些2米的糖葫芦，我还专门给大家做了一个能拍照的自行车。就准备完这些东西，我真是把家底都掏干净了。我当时有种什么感觉呢？就是我好像在那一刻和哈尔滨文旅共情了。最后盘点了一下，历时4天，我们一共做出来1726串，再多做1串我都容易嘎了。然后发的时候，考虑到几个景点间隔太远，我就弄了个小推车，我把这几个景点串成了一个路线，然后全程推着这小车给大家发。零下20多度的天里，我们走了9个半小时，给我冻得都想嘎肾了。但是看到大家拿到糖葫芦之后那种喜悦，我真特别满足。然后那天还有很多本地人自发来送暖贴和维持秩序，我当时就觉着今年要是从物理温度上来说，可能哈尔滨最冷一年，但是从情感上来说的话，今年的哈尔滨呢，它实在是暖得发烫啊！来了就是自己人，欢迎你来哈尔滨。妈，整挺想哭。我最近天天热的吃不进去饭，看啥都没什么食欲，所以我买了300斤辣椒和200斤牛肉，我打算做点下饭的烧焦牛肉酱来解决这个问题。然后为了能吃得爽，肉我买的都是带点雪花牛肋，但就是切丁这活强度有点大。我们切肉这一步居然干了10来个小时，这一天光磨刀就磨了30多回。不过后来烧辣椒的时候还挺满足的，因为这辣椒经过炭烤之后真的特别香，就这味儿已经香到了什么程度呢？就这么说吧，如果不考虑物种的话，我愿意和他结婚。但是后来雷辣椒的时候可太致命了，因为我原本买了一个超大雷体，寻思能干得快点，结果我俩取快递的时候走道卡了，给那玩意儿摔稀碎，后来就只能用这种普通的蒜捣子雷辣椒。我的妈，这小玩意锤300斤辣椒，整整干了一宿啊，好像每一下都在那敲功德呢。而且因为雷的太卖力了，给石棒都磨没了。我当时犹豫了一下，这碗辣椒还能不能要了？但后来我转念一想，辣椒一窜，石灰拔干，那这俩玩意儿一起吃好像也没什么毛病。但是雷完这辣椒实在太累了，我们就寻思吃点诺凡金松露缓一手。这种纯可可脂的巧克力一次炫好几个也没事，关键每个味都特别好吃。茶与可可味的有清新的茶香，吃起来一点都不腻。燕麦可可夹心里还有燕麦脆，吃着咔哧咔哧的特别上头。而且现在还是圣诞款包装，氛围感特别好，太适合和朋友一起分享了。然后吃完巧克力就准备猛干了，但这时候又有个新问题，就是家里这锅炒肉是既炒不下又特别粘，所以为了能加快效率，我火速去订了一个直径1.4米的大铁锅。这锅买回来都绝门了，刷它必须得进锅里刷，而且家里没有任何一样厨具能炒得开这锅里的东西，所以经过我缜密的思考之后，我去买了把铁锹回来炒肉。但是该说不说啊，这铁锅配铁锹炒完的肉是真香啊！最后把炒好的牛肉、捣好的辣椒，还有那些七七八八的调料都放到这大锅里，再拿热油这么一激，我的妈呀！就现在这个酱，要是拌点米饭或者蘸个馒头吃，都香到头了。最绝的是，这里现在还有一股淡淡的烟熏香味，你说这你受得了吗？这个，但是唯一不足的是，这个酱肉太多了，吃2口就容易吃饱了，而且它现在也不配叫烧焦牛肉酱了。要是严谨的按照配料表含量来取名的话，牛肉这俩字得放到前头了。
我最近约了几个南方小土豆去滨海大界玩，但是里边现在排队实在是太邪乎了，所以我买了100多斤山楂。我打算提前在家做点酸奶山楂球，然后带到里边留着排队的时候吃。但是想做这玩意儿就得先做山楂糕。这回处理山楂，我是先去的屁，然后烫软了再去它的核根。这种方法虽然麻烦，但却是最适合我们的，因为我们前2天刚捅了3000多粒山楂。我一点不撒谎，我现在看见这个桶子，心脏就有点生理性的突突。然后这山楂加水打成泥之后就可以过筛了，但这玩意儿因为组织纤维太细了，筛起来巨麻烦，而且用刮板还不吃劲儿，就只能用手干。那后来给我干的指纹都快磨没了。但这都不是最魔鬼的步骤，最魔鬼的是后来熬山楂糕。这玩意儿吧，它没法大火，我们一度熬到了第2天早上4点多。完了熬的时候还特别崩，这小点崩出来一烫一个泡。真的就这么做一次之后，我特别佩服那些能在家给孩子做山楂糕的父母。这要是我家孩子以后跟我说想吃那种没有添加剂的山楂棒棒糖啊，我恨不得上去先给牙掰碎它。然后外皮儿，我参考的是最近特别火的酸奶糕的做法，就是奶粉加酸奶一起和成团就可以了。所以最后这个小零食是1块酸奶糕包了几块山楂糕，然后外面还裹了点奶粉。这东西吃起来酸酸甜甜的，特别好吃，关键嚼起来口感还特别紧实，但就是做起来效率太低了。我们一共是做了7、8个小时才传出来300多个球，所以后来我非常果断，就把大部分的山楂糕都直接做成山楂糕了。主要我算了一下，要是想把这些东西都做成酸奶山楂球的话，那可能做完滨海大界都化了个嘚儿的了。然后我们就带着这些吃的去勇闯滨海大界了。这怕冷，我弟穿了4条裤子，还穿了1条可以加热的袜子。完进来之后，正好看着 M7 超玩馆有活动，我们就先到这儿打了个卡，还买了几瓶 M7 活性益生菌酸奶，超多超活益生菌。这用的是 LGG 活性益生菌，安全亲和，有很好的肠胃粘附性，还减少了90%的蔗糖。这眼瞅要过年了，送礼就送 M7，真是又健康又美味。然后打完卡，我们就去排大滑梯去了。今年这园区里好玩的东西实在太多了，尤其是蹦野迪那段实在太嗨了，我们这顿跟着摇头啊，以至于没等他低蹦完呢，我弟就把脖子给闪了。就看他这个状态，我估计他得带这个脖套回家吃年夜饭了。我最近听说尔滨为了招待企业，快把松花江上的娱乐项目铺满了。我在这附近生活了快30年了，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盛况。今天的目标只有一个，就是勇闯松花江。哎，这得有个桶，这看着热闹，咱上这儿去玩去啊！哎，干什么？将要吃鸭脖，先过我们好好鸭这关啊！那这个是那个圆梦之星的好好鸭，它这是和绝味鸭脖联动了是吧？不是，我想吃好吃的，还得有完成一个挑战呢。什么挑战？舞蹈没问题，舞蹈我最擅长了，我哈尔滨舞王。胜利！我这个事儿跳舞，他连手都没有，这事儿没用不赢啊！那我们现在能进去了吗？没问题，下次一起继续，拜拜。刚跟他好好鸭玩了一会儿，他想玩这个雪圈，那咱们定王水，输的人拉赢的人，切记他只会输十，咱们点子不 OK， 险胜。哎，咱开个组队，谁要是输的话，谁就上雪地里去做10个俯卧撑的。上去2，去到快，冲第1名！你要说服了，我就拉倒了。不可能服！哎呀！我干不过你，我找我兄弟摇人去吧，摇人！来，让你俩把鞋脱了，把鞋脱摩擦力大，开始！哎呀，玩的好饿呀，就找点吃的去吧。小哥，给我来桶鸭脖呗，免费的，不要钱，免费的，谢谢。到点了，过来打红包了，人人都有红包，人人都有鸭脖。哇！你抢几个？我抢4个，我抢1打。哎呦，发了！我最近希望大家越来越好。好了，天黑了。玩不动了，我要吃鸭脖了。我觉得现在的尔滨就是一个巨大的合家欢场所。圆梦这次的合作也让我们几个体验了一回在一起玩的乐趣。你被推下去了？没有，他那个墙给推下来。今天也要元气满满呀！干杯！谁给我鸭脖拿走了？